歡迎來到新興消息頻道，請訂閱頻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錯過當天最熱門的新聞。我們今天的時事通訊包括以下內容：王星越深情演神年白鹿，對比曾舜晞營業痕跡，真年下解狗 vs 假流量炒作。娛樂圈從來不缺甜，缺的是讓人看完之後心口發緊，後知後覺反覆回放的那種真實感。而在近期《唐宮奇案》的宣傳節點裡，一場並不算精心設計的直播，卻意外把3個人拉進了同一條比較軸線上。王星越、白鹿、曾舜晞。鏡頭掃過的那一秒，沒有貼臉，沒有擁抱，沒有標準營業流程，只有一個低頭，耳尖通紅的男生，一句輕的幾乎要被吞掉的姐姐你知道的，和一個被現場氛圍點燃，順勢回擊的笑。就是這點沒控住，讓整件事變了味。王星越的眼神是很多觀眾形容不出來，卻本能辨認的那一類，不是撩，也不是演，更像一種長期被壓抑，終於在安全場域裡溢出來的依戀。這種東西有幾個特徵：不穩定，會臉紅，會低頭，會突然不知道手往哪放，不收斂，明明站在鏡頭外，卻還是下意識追着對方，不合算，對流量、對輿論、對得體都沒有精確計算。從2019年玉樓春開始，這種狀態就存在，只是當時沒人注意。一個17歲的新人，在片場角落裡偷看一個已經站在主光位的女演員，這件事本身沒什麼戲劇性，但當5年時間被完整拉出來，畫面就開始變得不太安全。2021年周生如故，他第一次站在他的敘事線裡，那種黏，不是靠近，而是他一說話，他就會被牽走注意力。2023年寧安如夢，空間距離縮短，身體語言開始跟上情緒。到2024年唐宮奇案，他終於不再只是站在他身後，而是可以在公開場合用一種半失控的方式承認我一直在。這不是人設成長線，這是情緒暴露曲線。很多人只盯着王星越，卻忽略了白鹿在這段關係中的狀態變化。她不是傳統意義上被年下仰望的女主角，更像一個被長期依賴但從不需要確認地位的人。她的反應非常穩定，她慌，她穩，她退，她進，她暴露，她兜底。敲她額頭那一下是典型的上位者反應，不是撩，是確認邊界之後的縱容。她從來沒有把這種互動推到營業極限，卻也沒有回避。這說明什麼？說明她對這份情緒的來源是有安全感的。真正危險的從來不是曖昧，是不確定。而他們之間恰恰沒有那種需要反覆確認的懸浮感。把曾舜晞放進這個敘事，並不是惡意，恰恰相反，它是一個非常標準、非常專業、非常懂規則的對照樣本。臨江仙時期的 CP 營業是教科書級別的，節點精準，鏡頭配合度高，官方物料配合到位，肢體互動在安全甜度區間內。問題也恰恰在這裡，它太完整了，完整到沒有任何多餘信息溢出，所有的甜都發生在鏡頭允許的範圍內，鏡頭一關，關係即刻凍結。慶功宴缺席，人形立牌補位這種事本身並不是什麼大錯，但放進情感敘事裡就會顯得特別冷。觀眾能分辨，這是流程在走，不是情緒在動，因為觀眾早就看膩了工業糖。真正讓人上頭的不是甜，而是不完美的偏差。他搶到最後一塊蛋糕卻遞給他，他做鬼臉嚇人，他第一反應是護，他會為了陪他家人而調整自己行程。這些行為在職業規劃裡性價比極低，卻在情感判斷裡殺傷力極高。網友的評論其實非常誠實，他不是在營業，他是在忍。
這不是結果，這是長期暗戀幸存者，一個在算鏡頭，一個在望鏡頭，祝福也因此變得複雜，不是簡單的在一起吧，而是希望這種真誠不要被消耗，希望他們都能在各自的位置上被善待。這幾年，觀眾變得異常敏感，他們不再問甜不甜，而是問這甜是誰需要的？是角色需要、資本需要、平台需要，還是演員本人根本沒打算給你看，卻不小心露出來的？王星越那場直播的問題就在於它不該發生。從流程上看，那不是一句必須說的話；從收益上看，那句話甚至有風險；從職業理性上看，他完全可以選擇更安全的表達，但他沒有。所以彈幕才會炸，不是因為一句姐姐，而是因為那句之前的遲疑，之後的慌亂，以及那種明顯來不及收拾的情緒殘留。網友不是沒見過年下，他們見過太多精準控制在可愛區間的年下，可真正讓人起雞皮疙瘩的是這種不合算的暴露。如果只看結果，很多人會誤以為這是王星越單向輸出。但真正讓這段關係成立的是白鹿的位置感，他沒有把自己放在被追捧的安全高位，他的所有回應都恰好停在一個極微妙的區間，不否認，不鼓動，不切斷。那句讓你小子賺到了，表面是玩笑，實則是確認。確認什麼？確認你這份情緒我看見了，但我不會越界替你說出口。這是成熟演員才有的分寸，也正因為如此，他才成為觀眾情緒投射的穩定錨點。網友會默認，如果他不舒服，這種互動早就會被掐斷。所以他的允許存在，比任何一句曖昧台詞都更有說服力。需要說清楚一點，曾舜晞的問題從來不是假，而是太標準。他的 CP 營業邏輯是行業模板，該靠近的時候靠近，該互動的時候互動，鏡頭給到就接，鏡頭撤走就收。這在職業層面是加分項，但在情感敘事裡會被觀眾自動歸類為完成任務。尤其是當同一空間裡出現了另一種完全不按模板行事的情緒狀態時，對比就會變得殘酷。不是它不夠甜，而是他的甜不溢出鏡頭邊界，而王星越恰恰相反，他的問題是溢出的太明顯了。站隊從來不是理性行為，它是一種身體反應。你會發現評論區的關鍵詞非常統一，控制不住，不像演的，這誰教得出來？他在忍，我真的看得出來。而提到曾舜晞時，關鍵詞則變成業務能力強，很會配合，流程走得漂亮。這兩組詞沒有對錯之分，但他們不在同一個情緒維度。觀眾不是在選誰更好，而是在選哪種狀態更像人。說句不太好聽的實話，真結狗在娛樂圈是一種高危存在，因為它有幾個天然問題：不可複製，不可控，不可持續保證安全。工業堂可以隨時換人、換本、換鏡頭，真實情緒不行，一旦被看見，就會被反覆放大、消耗、審視。所以很多網友在瘋狂嗑的同時，也開始出現另一種聲音，希望他別被輿論壓垮，希望他別被過度解讀，別再拿他們當營銷素材了。這種祝福本身就說明了一件事：觀眾已經意識到，這不是一場純娛樂。結尾，這不是 CP 勝負，是觀眾情緒的選擇。如果一定要總結這三個人在同一敘事裡的位置，其實很簡單。王星越代表的是失控的真實，白鹿代表的是被信任的穩定，曾舜晞代表的是被訓練過的專業。他們沒有輸贏關係，只有被觀眾放在一起時產生的化學反應差異。
而這差異恰恰揭示了當下觀眾真正渴望的東西，不是更甜的糖，而是哪怕只有1秒，也不像被設計過的情緒。所以這場討論不會很快結束，因為它已經不只是關於3個人，它是關於我們還願不願意相信，在高度工業化的娛樂體系裡，人偶爾還是會失控的，而正是這種失控，才讓人忍不住一次又一次回看。